哦耶，飞来哦耶。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麦式音响的 YouTube Channel。那随着微型投影机的市场竞争的越来越激烈哦，今天我们就来介绍一款由这个 Anker 底下的子品牌 Nebula 他们所推出的这个 Capsule 3代可乐罐投影机，以及他们家的旗舰 4K 雷士投影机 Cosmos 4K。那在之前其实我们已经介绍过 BenQ 的 GS50、GV30， 然后还有这个吉米家的 Halo Plus 以及 Mogo。那这一款这个 Capsule 3代还有什么特别的呢？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外观的部分呢。外观基本上它就是一个直径 8.2 公分的一个圆柱体，高度大概17公分，就真的是跟那种手摇杯真的是一样的大小，非常的方便握持。那机身的中段它采用金属网罩的设计，网孔的设计，那可以方便它做散热以及这个扬声器使用。那在正上方呢，会看到它有所谓的上下左右键、确认键、音量的加减键以及返回键。以按键数量来讲啊，Capsule 3代它是目前市售的这个微型投影机产品最多的。像我们之前讲到一些微型投影机产品，他们的按键就只有假如说加减大小声，然后播放跟暂停。但是在 Capsule 3代上面，基本上你可以不用依靠遥控器，也可以不用依赖任何的遥控 APP， 你可以徒手的直接在这个可乐罐投影机上面操控你想要的功能。那在机身的背后呢，有两个按钮，一个是所谓的电源的开关机键，那第二个就是所谓的蓝牙音箱模式切换钮。这个模式其实这个按键我觉得做的真的非常的便利，因为以微型投影机来讲啊，现在的2万多块的机型，其实他们的喇叭的音质都非常不错。但是如果你目前你想要把这些产品拿来当蓝牙喇叭用，他们会有一个比较麻烦，是说都必须要进到他们的系统选单里面做切换。那 Capsule 3代它提供这个一键切换的功能，当你一按下，它就自动的把光源关闭，直接成为一个蓝牙音箱的模式。那在下方的部分呢，接着我们会看到有3个这个接孔，一个就是耳机接孔，让你晚上使用的时候可以不用怕吵到家人。那第二个就是所谓的 HDMI 接孔哦。那特别要值得一提的是说 Capsule 3代它这个 HDMI 接孔是支援所谓的 EARC 功能。听到 EARC 功能，可能很多的观众朋友就会想说，那这样我可以拿来接我的 soundbar 呢？甚至我可以把我 Atmos 的音效送到我的 soundbar 上面。那当然，也许你正常使用的时候不会这么做啦，但是我有试了一下，拿 Boss 600去接这个 Capsule 3代，还真的可以使用。那你一接上这个 HDMI 线之后呢，这个投影机本身它就不会有声音了，所有的声音透过我的 Boss Soundbar 去做播放。那不管是假如说我播一些 Disney Plus， 我播 YouTube， 那个声音都会是从这个 Boss 600出来。那另外你也可以直接用这个 Capsule 3代它的遥控器去控制 Soundbar 的大小声哦。那当然，如果你实际要接的话，以居家来讲，你可能还要准备一个，就是如果你要接3bar，你要准备延长线啦，可能真的是你要准备一个露营用的电池才能接3bar又接投影机哦，就比较麻烦。但简单来讲，就是它有支援这个功能啦，有兴趣对这个有想要接一款3bar的朋友，还是可以去接。那接着最右边呢是所谓的 Type C 的电源充电孔哦。我之前有介绍过，像 BenQ 的 GS50 它有这个 Type C 的充电孔。那我觉得在一个新世代的投影机里面，这个 Type C 的充电孔是非常必要的，因为像我们以前那种传统的微型投影机啊，他们大部分都是使用那种圆形的像笔电一样的那种变压器哦。但是变压器会有个问题，就是有时候你在室内接起来很麻烦，你可能线不够长，你要拉延长线，那你带出去玩的时候，你也不一定有电源接孔。那相对来讲 Type C 的话，你可以支援这个行动电源，那它整个的携带性、便利性就会完全不一样。所以这真的是配合这个 Capsule 3代它这个迷你的体积，再配上这个 Type C 的充电孔，我真的觉得它是目前市场上，如果你要方便的携带，然后方便摆放，那这款投影机绝对是各位观众朋友一定要去试一下。那它底下一样有一个那个相机的锁孔啊，但是我对于这种随身型的微型投影机，我是觉得它主要会是以方便携带使用啦，就尽量利用你现有的一些家居摆设去摆放你的这个投影机哦。所以因此这个相机锁孔我是不太会用到的。那接着我们来讲说画质的部分。Capsule 3代它本身是支援这个300的 NSI 流明以及自动对焦、自动梯形修正。那可能很多人问说300 NSI 流明这个开灯会可以使用吗？那我觉得买投影机的朋友就是要有一个觉悟，就是说目前的投影机啊，你就算弄到他们这个高阶的 Cosmos 4K 啊，
我在实验过啦，就是我在我家，然后大概下午4、5点的时候，我不开，就是我把窗帘拉开，然后我用这个3000流明的 AS3 流明的机器啊，去打大概50寸、60寸这样子的视觉效果，我觉得还是以我来讲是勉强能接受啦。但是如果是这种微型投影机，他们大概落在300、500 NS 流明的话，基本上你开灯一定是没办法的。但我有遇过有客人就是说他 Halo Plus 这种，然后他打到100寸、120寸，那室内开灯他可以接受的。This is unacceptable condition! Unacceptable! 但我觉得这应该是少部分人啊，目前的大部分人的想法应该跟我一样，就是投影机开灯那个画面都是比较不能够接受的。所以简单来讲，投影机你基本上就是要关灯使用哦。那自动对焦的话，它的自动对焦现在目前的微型投影机大家的速度我觉得都做的差不多。那300 NS 流明，我觉得室内来讲，你大概因为你还要考虑有时候你会去做一些侧头，就你一定是有角度的，不可能每次都放在正前方。那这样画面有时候校正会需要缩小，然后这样使用下来，我觉得你室内使用的话，平均打个大概65寸到75寸会是一个比较适合的。那如果打再大的话，其实我觉得以 Full HD 的画质，有时候你打到80、90寸会开始就比较糊了啦，那我就比较不推荐。以我自己而言，我会比较喜欢这个 Capsule 3代，它打在约在50寸到55寸左右，我觉得它是一个最完美的一个提供给你一个类电视的一个视觉体验哦。那接着我觉得我们就废话不多说，让大家直接看一段这个 Capsule 3代它的画质以及它的声音表现吧。好，那我们看完了这个 Capsule 3代它的画面以及听过它的声音之后，我们来讲一下它接着它的操作的方便性哦。像 Nebula 他们有专门为这个微型投影机，它有做所谓的 Nebula 的 APP， 然后目前市面上有做操控 APP 的就是 Nebula 他们家了。那 APP 有个好处就是说，你今天遥控器不见了，那你又想远端的去操作你的微型投影机的时候，你便可以使用他们这个遥控 App。那它这个遥控 App 的速度，我觉得做的也还算 OK 哦。加上本身其实 Nebula 他们家的整个机器作业系统的反应速度啊，我觉得是目前的这种微型投影机市场里面他们是最快的。但他们讲说，因为他们用的好像比较大的记忆体吧，然后 CPU 也用比较好，所以就目前我的体感操作而言，我觉得 Nebula 他们家真的是操作最顺畅的。
那它的这个遥控 App 有一个非常有趣的，像 Capsule 3代，它有一个独有的模式。如果你有用过 Apple TV 的遥控器的观众朋友，你就会知道，当你在触摸这个 Apple TV 遥控器的时候，你向左右触摸的时候，其实它的选项会跟着左右移动。那当然，这个 Nebula 它的 App 是没有写的完全像 Apple TV 的遥控器那么丝滑流畅，但是以使用的感受而言，我觉得也是堪用了。然后另外一个很实用的点在于说，它这个遥控 App 还有一个打字功能。常常我们在用这种微型投影机，最麻烦就是要做一些这种，假如说你账号的登入啊，你搜寻东西的时候，你如果像电视一样用遥控器一个一个按拼音，是非常痛苦的。这个时候你用它的 Nebula App， 你就可以直接去做打字的输入但是还要提一点，就很可惜的说 ，YouTube 是不支援这个输入搜寻功能的，所以就是稍微有点遗憾。但是我觉得整体而言，它的操作性还是非常的方便的。然后接着讲到它的，可能有人投影机可能要关注一点，就是说风扇的噪音。我觉得它风扇噪音基本上算是跟 BenQ 的 GS50算是同级的啦。就是说，也许你在完全不开声音的时候，你会听得到。但是，一旦你正常使用的时候，你就会完全感受不到它的那个风扇的噪音的这样子。然后接着是讲它的电池续航方面，以我自己实验而言，它的标准模式充饱电的状态下，大概是用1个小时半多。那如果是电池模式的话，它大概用1个小时会掉30%。那坦白讲，以微型投影机就是这个还是很残酷的事情，就是说你微型投影机你要它做的小，那自然续航它就没办法像大的投影机，它们有更大的电池容量。但是简单来讲，我觉得因为它有 Capsule 3代，还有这个 Type C 充电的功能，所以如果你要带去户外使用，行动电源是一定要带的，好不好？那这个也就是目前微型投影机的遇到的瓶颈啊，就是小体积它的续航绝对不可能像大体积的微型投影机那么厉害哦。然后接着我稍微总结要说，这台 Capsule 3代，我觉得它适合的客群，就是说，如果今天你想要在考虑到携带的需求，那你也会在室内的定点做使用，甚至你在室内的多点使用，那我会非常推荐它这个Capsule 3代，因为我自己使用来讲啊，我就是在房间里面，我用任何的姿势，我躺着，我坐着，我只要随时利用我现有的墙面，只要打落在有时候我甚至只有打20-30寸的画面，但是那样子的视觉感受，我觉得就像一个真的是像电脑萤幕一样的那种亮度跟感觉哦。当然，电脑萤幕是可以做到更高的 HDR 的表现啦，但是我觉得以那样子的舒适的环境观赏环境下来讲，就是这款 Capsule 3代真的带给大家的感受是，你觉得使用起来非常的舒服。然后当然如果你要携带的话，它也是体积上也是非常的好摆放。那接着我们讲完了这个 Capsule 3代之后，我们来讲一下接着它旁边的这台 Cosmos 4K 哦。那这台基本上我就觉得它会是一个走的比较不像是一般微型投影机的市场啦。我觉得这其实是 Nebula 它对一种传统的投影机所发出来的一个挑战测试市场的产品呢。怎么讲呢？我们一般的传统投影机呢，它们会有2个部分比较麻烦。第一个就是所谓的对焦，就是以前的传统投影机它都必须要做手动的对焦。那手动对焦就代表一件事情，就是说你不能应该说你不会想要把它频繁的收纳再拿出来做设定，尤其是有强迫症的人，你要让它对到准焦，那其实要花很多的时间哦。那第二个就是所谓的形状的修正，就是像他们这个 Cosmos 4K， 他们或微型投影机，他们都有简单的对框的修正。假如说你有一块布幕，它可以侦测，然后直接帮你打在框内。但是像传统的投影机的话，有时候你就必须要手动去做调整。那当然，像现在有些 Epson 或者是假如说奥图玛他们的投影机都有一些 App 的功能，可以辅助你去做这个所谓对在框内的投影的修正。但是我觉得那个操作起来，你还是要开启 APP 执行一些程式。那不像这个他们这种 Cosmos 4K， 它就直接你对着萤幕，它自己帮你做所有的这种形状的修正跟对焦哦。那我简单讲一下 Cosmos 4K 它的外形，基本上的外形是长度26公分，然后它的高度22公分，然后宽度的话大概是16公分。基本上它的就是比这个 Capsule 3代大出许多啦，然后它上方有提拔。然后上方一样有它的这个触控按键哦。对了，忘了提，就是 Capsule 3代跟 Cosmos 4K 它们这个上方的触控按键
在夜晚的时候你去按的时候，它们是会发亮的，就是它们有兼顾到，因为你既然用投影机，你一定关灯，那你触控它的时候，你是要亮，就是那个按键要亮你才看得到嘛。但是必须要讲就是说，如果是遥控 App 的部分呢，我觉得 Cosmos 4K 它就少了一个那个像 Apple TV 遥控器的功能，这比较可惜。然后另外就是说，有一些机身画质相关的选项。Cosmos 4K 你必须要直接触控它机身上的遥控键，你才能去做操作。那这当然也能理解，就是因为其实像这种比较大的机种啊，你比较少会频繁的去更改它画质的设定啊，因为它摆放的位置大概会是固定的。然后它两侧一样有开这个网孔去做它散热以及扬声器哦，整个就像是 Mac Pro 的造型。那在后方的话，它基本上就是一个这个 HDMI 接孔，然后一个 USB 接孔，还有一个耳机接孔。然后电源线的部分，它是比较特别的，小3孔的这种插座，所以就是电源线一定切记要出门在外，如果要把它拿出去用，一定记得要带着吼。那这种大的机器基本上它就没有电池了，因为你也不奢望那么高的流明它还有电池，那还有就是如果要加上电池，它要做的多重又多大这样子。然后亮度的部分呢，它是将近3000 ANSI，基本上我觉得以上到这种 4K 机种啊，它们的亮度越大，第一个当然就是它 HDR 的表现嘛。假如说你在看一些以最近的，我有看 Netflix 最近有一部影片真的是很好看，它叫做《西线无战事》。那它里面有一幕就是讲说，他们这个士兵在晚上，德军，然后法军向他们发起了这个炮弹的袭击。它的炮弹打下来的时候，它就会有火花、火光。那个如果是用这个，我之前在把它拿回家，然后室内打大概75寸，那整个炮弹炸下来的那个火光啊，就感觉我室内真的有闪光灯一样，真的是会到刺眼的程度哦。那如果我在我们视听室使用，基本上打到135寸，我觉得画面整个亮度跟锐度都还是非常 OK 的，甚至我觉得你要打到150寸都不是问题。当然我讲那么多，我们一样让大家看一下这个 Cosmos 4K 它这个画质的感受，我们就让大家来看一下。Flows into my body， 连续喝了3杯下的 whisky， 海边路上旁边的 Fanny， 但喝个 vodka 都不加根 berry juice。我的 Fanny 刚刚坐到她旁边的女孩，她好可爱，是我的菜。That ass so nice, I love her laugh. She look at me like 坐过来 ，I'm freaking down for that. So I 慢慢地穿过人群，走到她的身边，她一边看着我，还一边不停放电。Loving the vibe of the night, and for that, 就这样一起 be up tonight， 让我们一起 be up。 Future said get a money counter, but he is not your savior. Brian made you give his flowers, but he is not your savior. He is not your savior. Mr. Morale, give me high five. 2-time cynical defendant, judging my life. Backpedaler, what they say you do the cha-cha. I'ma stand on it, 6'5", from 5'5". Fun fact, I ain't taking shit back. Like it when they pro-black, but I'm more Kodak black. Tell me where the money at, ayy, where the homies at. Universal call out, I can members only that, ayy. CC, wait a minute, ben aquí, c'est la vie, I tell the whole truth from A to Z, ayy. Show me you real, show me that you bleed, ayy. Hello, crackers. I seen niggas arguing about who's blacker. Even blacked out screens and called it solidarity. Meditating in silence. 好，
那我们看完了这个 Cosmos 4K 的画面之后，大家有没有觉得非常的震撼呢？那我觉得这种产品基本上我们刚刚讲说它的思维跟群众跟我们刚刚讲的那些微型投影机都比较不一样了啦。基本上你用 Cosmos 4K， 你只要把它摆在，你当然可以把它频繁的做收纳。就是我觉得对比一般传统投影机的好处是说，传统投影机有一些客人他不喜欢把投影机吊挂在头上，那你不喜欢把投影机吊挂在头上的话，那变成说你就要放在你的假如客厅的这个沙发前面的桌子上，但是你放在沙发前面的桌子上会有一个问题哦，就是一般传统投影机它很宽嘛又很大，它就占掉你桌子的非常大的空间。假设你要在上面阅读书籍，或者是甚至你要吃饭，你想要在上面吃点零食，那加上因为投影机它不便宜嘛，你会怕你的零食或什么的弄脏了这些机器，所以简单来讲，它就是你必须时时刻刻去关心它的那个摆放，而且它位置还不能被动到，那就特别的麻烦。那如果你是用这个 Cosmos 4K 的话，其实你不要用的时候，你就是把它收起来；那要用的时候，你把它拿出来，然后对准你的这个萤幕，然后它就自动的帮你打出你需要的这个大小，然后帮你做自动的对焦。整个操作流程应该它弄完10秒钟，你就可以开始看你想要的电影了。那另外要提的就是说 ，Cosmos 4K 这个机型上面，它是可以直接看 Netflix。当然，它的操作原理是在它的机身的后方，它去装了一个像是电视盒的 Android TV 电视棒的东西哦。那以目前的这个投影机来讲，要能直接看 Netflix，我记得目前就只有三星的2款投影机啦。那很不幸的是，一款的就是 Freestyle 这个2万多块便宜的投影机，那另外一款就是超贵的 Premier 系列的这个高阶的短焦投影机哦。那Cosmos 4K 它就是可以直接看 Netflix， 然后 Disney Plus。然后支援这个 HDR 的表现哦，但是这种机型我觉得它竞争是更激烈的因为你看，其实它将近7万块的一个价格哦。首先你要买这种投影机，你要准备你要打到135寸或150寸，你要有个先决的条件，就是你家的这个空间要可以打到135寸，打到150寸。那你想想看，能够在家里面打135寸、打150寸的客人，他的家多大？你有这么大的一个家，那肯定你的预算上是很充足的。那预算很充足的客人常常有一个困扰，就是说他的选择真的是太多了。他网上可以去买一些10几万的超短焦投影机，那这些超短焦投影机或者正常焦段投影机，他们还可以搭配那个剧院组合去做一个这个奢华的20万顶级的家庭剧院组合。或者说他可以往下去选一些传统的5、6万的这种台式的投影机哦，所以我觉得这种投影机产品真的是它的竞争就是它的定位来讲，我觉得会受到蛮大的一个挑战啦。但是我觉得如果你今天有在考虑说，就是应该这么讲，我觉得现在的任何的产品它都慢慢的朝向一个智慧化、朝向一个自动化去做发展，就是一款产品也许你不需要是很专业的操作人员，但是你拿着它，你随随便便去做使用，也可以得到一个80-90分的表现，而不是说要一款很专业的，要有专业的操作人员到你家，它才能发挥100%的这种音响或者是这个影像的效果。就我觉得 Cosmos 4K 它就是呈现这种整个智慧化时代的产物，就是你只要你很不喜欢说投影机占你的空间，你也不喜欢投影机反复的操作，那你就是简简单单的买一台的 Cosmos 4K。那基本上你用这台机器，我也不建议你再去接任何的音响，因为你既然都要做简单的使用，那减少设备的接驳以及线材才是你的最终的目的。但是你简单的使用之下，你依然可以保有这个非常好的影像的效果。那另外一提的就是说，Cosmos 4K 它的喇叭，其实我觉得并没有比这个 Capsule 3代大声多少。但是我回头想一想，其实有趣的是说，因为你看这种大的投影机，它常常打更大的画面，其实它离观影者说不定距离是更近的，就可能只有1-2公尺之遥。那反而是小型的微型投影机，有时候它会离你比较远，因为它打的画面比较小嘛。所以对于小型的微型投影机来讲，他们需要做的更大声；但是对大的微型投影机来讲，他们只要做的声音更精致，音量也许不要做那么大，够用就可以了。好，所以其实我觉得我对 Cosmos 4K 感想就是说，其实如果你有考虑，就这种东西你还是要眼见为凭啊，因为它的规格来讲 4K 投影机大家看起来差不多嘛，那体积，那它的收纳的方便性，我觉得你都要实际的体验一轮，然后它的整个的操作速度，然后它的这个画质，就真的还是要你实际体验完之后，你才可以去决定说这个到底要不要去买它，还是买其他的产品哦。
好，那最后我就来讲一下，就是这些总结，就是说，我觉得以微型投影机目前的市场来讲啊，大家考虑的方向就只有几点。那第一个就是说画质，第二个就是它的携带的方便性，第三个就是说它操作的流畅度或操作的这个简易使用的简易程度。那在画质的部分，其实目前的产品都竞争的很激烈，所以你在一开始的预算大概就决定了你的一个画质的天花板哦。其实现在的产品竞争的激烈程度已经到说，你很难发生有1万块的产品，它可以打败3-4万块的产品的。不只是微型投影机，你看手机市场你也就知道，今天不可能有1万块的 Android 手机，它可以给你那种3万块手机的拍照画质，给你那个操作流畅体验。所以基本上剩下的产品，它是在后面的所谓的这个操作的携带的方便性以及操作的方便性，它去做功能上市场上的区隔哦。那携带的方便性来讲的话，我觉得这个就有2点很重要，一个叫做电池的充电的方便或充电的续航，那第二个就是体积了嘛。以体积来讲 ，Capsule 3代它当然是非常优秀的。那如果你是室内的定点不换任何地方使用的话，那当然像吉米的 Hero Plus， 我觉得它画质信誉度来讲绝对是最好用的。然后如果你要体积考虑的话，那可能 BenQ 的 GS50 它又比较大了一些。那操作的便利性来讲，目前就是总结，我觉得 Nebula 他们家的操作的有操控的 APP， 然后操作的速度又算流畅这样子。但是当然这只是一个方向啦，实际上大家还是要依照不同的需求去做最适合自己的挑选哦。那当然，其实我们之后4月新店面应该就会装潢完毕之后，我们会有一个微型投影机的专区，所以大家就可以很快的在那个区域就挑选到你想要的这个属于你自己的梦幻投影机产品哦。好啦，那这是关于这个 Nebula 还有这2款产品的开箱就到这边，我是 Alan， 有任何想要看或想要讨论的议题，都可以在我们 YouTube 底下留言哦，或者也可以私讯我们的官方 LINE 或者是脸书粉丝团。那这次的节目就到这边，我们下次见，拜拜。